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23号，2023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SciTech 的基本面分析，它的财务数字，可以看到它过去10年的这个 financial number 呢，它的这个 revenue 呢都是一直往上去的，但是它的 profit 呢也是一直往上去。除了最新的这个2022年的 profit 就跌了，对比这一个2021年，它爆发，2022年就跌回来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回，虽然是2022年跌回来，但是对比其他年呢，它还是处于一个高位，net profit 还是非常健康，还是非常漂亮的，不会因为这一个21年到22年的减少呢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影响。它也是有一次配个 dividend， 大概是38%的 dividend 票，也是不错啦，它也是不错。那百分margin呢，大概都是在10多%，它是做这个物业的，10多%，我觉得是不错啦，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最新的 quarterly report，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最新的它也是成长，超过24%，过去3个 quarter 呢都是成长的，业绩还是公司才是赚钱，有给 dividend，net profit maintain 还是很不错，revenue 大概也是漂亮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ROE 大概是在15%，也是很不错了，15%啊。那个分码金一直都是维持在18%以上。PE 呢，大概就是曾经去到15，现在大概是12左右。EPS 也是成长，这边 EPS。Dividend 大概是3%，Payout ratio 30多%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估值，如果它继续的可以维持在24%的成长，再配合它这个今天股价3.45，今天股价是3.45，这样的话呢，它 PE 呢大概是值得10.50，今天的 PE 10.50，如果我们用它的这个5年的 average 大概是12点多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它价钱应该是4.19，这个是很理想啦。如果你有成长24%的话，如果市场愿意给你12 PE 的话，你应该就值得4块多钱啊，这个是很理想的啊。但是我跟你讲呢，现实呢是不是这么理想？我个人看法，第一件事情，建筑业呢12% PE 12呢，我觉得是蛮贵的。我有去比较一下 Matrix， 大概是少过18%的。虽然说 SciTech 的市值呢是比这个 Matrix 大3倍了，但是 Matrix 的 PE 从来没有超过10的，而 SciTech 呢，看这边，曾经它是没有少过10的，啊，我觉得这个时候 PE 是有点高估了，12。第二点，24%成长呢，这种物业呢是不可能的。你看它之前，它从来没有超过20%的成长，这边，对，24%呢，应该也是很难做到的。如果它可以维持15%的话，都应该可以进驻了。所以4.19呢，算出来是好像很漂亮，但是我不认为它值得4.19这个价钱。现在我们现实一点，我们把它调低，怎么做呢？就说 OK， 如果它只是有18%是很保守的，因为它过去都是大概是15%左右，所以我就算你经济不好，18%好了。然后呢 ，PE 呢，我算你10好了，我不觉得你值得12的话，你的股价大概是3块钱。
也是很靠近今天的它这个3块4毛半的价钱。现在这个价钱呢，我觉得还是有点稍微的贵少少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做些比例。比如说，它过去几年呢都是维持在15%以上的成长。我们这边放15%。PE 它的5年 average 是12啦，我给它高一点。现在它比这个 metric 市值高一点的话，我比较高一点，比如说我给它11。你看到吗？这样子算的话，很保守的算的话，比较乐观一点的话，它也大概是在3.30，也就是现在价钱呢。就是说，现在市场认为它应该可以维持最少15%的成长，而 PE 呢，他们已经没有给12了啦，他们给了11就好了啦，可能会更低。如果它一不小心成长是少过15%的 ，PE 可能也会被跌成12，那时候股价呢应该就会跌破3。所以大家如果你要投资这间公司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密切的注意它的这个业绩。你要注意的是说，它的成长最少要15%。总知道某一天它少过15%的话，你就要小心了，要小心了。只要它没有能力维持15%成长，你可能要考虑把它卖出去。这个就是站在这个数据分析来讲啦。如果你认为它值得这个4块钱、4块2，就是如果它有这个成长12的 PE， 我个人认为它不值得12了。尤其在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建筑业也不是这么容易做。我觉得10亿是10亿的话是比较合理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15%的成长也是合理的，所以它今天价钱是合理的。但是一不小心，只要它的成长少过15%的话，就是一个危险信号。当然，好事是说，如果它超过15%的话，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好的信号。比如说把它变成18，3块4毛3，今天价钱，我把它变成20。意思是说，如果它要超过20%呢，的成长你才会看到它的这个股价有明显的飙上去。如果是15%左右的话，大概是现在这个价钱，少过15%的话是危险信号。所以 EPS growth 一定要去留意。如果你有这只股的话，更加要去留意。如果你写马路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要注意它的这个 EPS growth。OK，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也记得如果你想我去分析其他股的话呢，在留言区给我知道一下。当然记得你支持我的话呢，就在评论区里面写上1就好了，我就知道了。谢谢大家。